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147期视频，阿哲依旧通过以下3个部分讲解本期周复盘观点。第一部分，我们会看到纳斯达克指数的市场观察，阿哲会通过 IR 模型、趋势结构、空间点位计算来分析当下的环境，美股是否能够抄底。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我们会分别讲解特斯拉、英伟达、高通、皮尔 TR、微软 TM、Meta、苹果 SMCI、MSTR 等以上10只个股的分析。其中我们更为重点的会去分析特斯拉和英伟达的详细技术面分析。如果您是首次来到阿哲频道收听阿哲视频，那么以上内容可能会较多，本期视频会较长。那么阿哲呢给大家一个建议，您可以看到下方视频播放按钮旁边呢有一个三角，点开之后您可以看到本期视频所有内容所对应的时间轴，而点击时间轴您可以选择性的观看您所最想要优先分析到的标的选项。那么以此呢，希望能够帮你节省一些时间。而如果您是老同学，阿哲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从头听到尾，对您可能会有更多的帮助和更详细的了解阿哲当下的观点。我们先来到第一部分，关于 IR 模型。IR 模型呢是曾经在本次震荡当中多次出现，而且成功率极高的一种看涨形态。这一个方案来自于传奇交易员、短线交易大师拉瑞·威廉姆斯先生。在今年阿哲首次教学是在2月13号的时候，当时提出美股要小反弹，市场将容易产生上涨启动，这一天就是这一根阳线的产生，而市场出现跳空大阳，在惯性上涨的一段时间见到了本次市场大跌的高点。那么当时是怎么通过这个 IR 模型判断出低点产生？那么我们就要学习一下 IR 模型的一个条件。那么现在我们先看到 IR 模型的整体的要求，它其实要求很简单，它的市场含义呢是日内的砸盘，而它第一个条件是市场要处于下跌途中，2号 K 线的收盘价比1号 K 线的收盘价是降低的，是下跌的。而第二个条件是3号 K 线它的开盘要比2号 K 线的最低价格都要开得更低，而它的收盘价却收在了2号 K 线最低价之上，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开盘较低而收盘抬高的过程。那么出现这种现象，我们认为是市场当中开盘出现砸盘而最后修复，所以这种情况我们可以认为后续容易出现上涨。而当时阿哲也通过信号来进行回溯去测试，阿哲所用的一个数据是纳斯达克指数2019年到现在，阿哲所测试的条件是出现了 IR 模型之后3天之内上涨的概率以及产生的获益和亏损，而它的上涨概率平均到达是 66.6%， 而平均的上涨呢是 0.8 区，多的时候呢是 2.8%。 它也不是说没有亏损没有失败，它有失败的时候，失败的概率是 33.33%， 出现之后后续3天内还是下跌，最多可以下跌负的 0.79。 而通过以上数据的回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相对概率较高，能够去提供一个下跌时低点反弹或者说低点产生的一个模型。前面我们的统计是按照平均取点，基本上每次交易如果都去参与，那么你的成功率是 66.67% 左右。而假如我们是随机分布随机抽样，那么这个成功几率甚至可以到达 70%， 将近 70%。所以这是一个很不错的短线看涨公式，短线看涨的策略。我们可以看到在最近的反弹当中，这种 K 线这种阳线产生的多吗？其实并不多。阿哲图中标记了这里以及这一次，这3次是之前所产生的，那么现在又来一次，我们来具体看一下是否符合条件。它前面是不是下跌的？2号 K 线收盘是降低的，那么它的开盘是开得比2的最低还要低，它的收盘收上去了，所以它是一个 IR 模型，后续短线看涨。这一天呢，它的开盘是不是开得很低，比昨天最低还低，但收盘却收上去了，前面是下跌的，所以价格后面这里又是一个上涨。包括之前所讲到的这一个视频当中所提醒的一个 IR 模型，前面是下跌的，这一天开盘开得很低，然后收盘收上去了，所以这个位置也是出现上涨。那么在本次的这种震荡下行当中，每次出现都出现了反弹上涨，那么本次出现，阿哲认为概率也是蛮大的，我们说6-7成把握这里之后会出现上涨，最大的涨幅 2.8%， 哪怕少呢，那也应该会有 0.5% 之上。
前面股价是下跌，然后这一天昨天开盘开低，但收盘却收到最低价之上，所以这也是一个标准的 IR 模型。所以通过第一部分 IR 模型的信号测试，在这一根阳线本次大幅下跌后产生，我们认为这里有6到7成的把握它会出现反弹，而且这种反弹还是蛮可观的一个幅度。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部分趋势结构分析。目前我们所看到是纳斯达克指数日线图，阿哲在图表上呢画了一些重要的趋势线以及空间的支撑位置。像左侧大家所看到的这一个消息是2月28号阿哲盘前所发布的盘前解析，是在 Telegram 当中的学习小组专门提供给订阅粉丝同学的一个福利。那么在这里呢，阿哲有讲到市场出现了一个破位，昨天因为关税新消息出现大跌，而纳指呢产生了下跌结构。目前图表它是一个空方占优，但是要注意的是，这个下跌是因为关税产生，是因为呢川普的推特所产生的这种暴跌，而这一天的下跌主要由英伟达主导，所以纳指大阴下跌却没有匹配的量能，很多个股其实并没有跟随，而是被拖累。那么在这种前提之下，我们要关注它这种大跌破位是否有效。关注的第一点就是纳指本身破位前低，它的破位第二天是关注对象。一般无效的破位第二天往往会有止跌现象。同时空间上关注一个支撑位18484.5，那么这个价位在不收盘跌破的情况下，本次大阴破位大概率是无效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点，一个是创新低后的第二天，这一天是创新低，这里是第二天，第二天出现 IR 模型低开高走阳线，所以本次的破位首次判定它可能是无效。而后昨天的支撑在开盘之后略有下探，但整体呢后续完全的收上来了。那么我们对本次的这种下跌破位大体认为是无效的，因为这次的创新低是不是打破前面的低点，打破之后第二天就收回来了，这种下跌先不能判定为有效的破位。所以空方目前是否真的占据绝对的优势，我们需要关注后续的表现。这里呢阿哲推导两种情况，是我们要去乐观和悲观去看待的两种行情。第一种就是股价的本次反弹为弱势反弹，弱势反弹的标准就是前方这一根破位大阴线，它的实体一半整体都不能够有效站上，甚至呢可能都碰不过去，那么就出现了回落。回落过程当中再次把前面这一个下降的楔形下轨再次跌破，后续再顺势的跌破18484.5这个空间支撑，那么后续的美股将彻底走为熊市，或者说纳指将彻底的走为空头。而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较为乐观的，市场出现的本次反弹很为强势，可能甚至呢都不止 2.8%， 可能甚至都不止 2.8%， 而在本次的上涨当中，它能够去打破我们前面阴线的高点，不管能不能收盘突破，它整体幅度达到了就够了。好，达到之后回撤，不去跌破前方这个下轨支撑，而重新确认支撑有效，前面这里是一个黄金坑，那么后续的上涨保持去突破它的高点，那我们就认为这是个波段钻石的行情的启动，一个一个只要不转为强势的压力位，那么后续行情将再次的去突破，或将再次的去试探上方的上轨。所以这里就是震荡行情一个黄金坑的位置，只要不出现我们所说的第一种情况，它就是黄金坑的点位。所以在这个区间内去进行左侧抄底右侧抄底其实问题都不大。本次的下跌其实抄底机会不多，在右侧上其实它只出现了这一次。我们之前一直说你等待两个信号，一个是 IR 模型，一个呢是反包阳线。目前本次下跌反包阳线是没有的， IR 模型昨天也才刚刚出现，所以按照右侧抄底来讲，你的买点应该在昨天才有机会去抄底买进。左侧交易呢，在上次我们这一根 K 线收盘之后告诉大家，往后下跌可以左侧去买进，分批建仓。我们左侧相对会比较提前，但承受的风险也会大一点，所以你会发现不确定的因素产生之后，左侧就容易蒙受亏损。当然如果是分批去介入的话，在昨天依旧能够继续去加仓去补仓，也能够后续把握反弹的利润。以上就是关于趋势结构和 IR 模型的分析，一个是买点，一个是当前结构容易成为黄金坑的底部。希望以上两个维度的分析能够让你对目前的美股充满希望，
以及对当下的点位能够提供些许的思考和帮助。现在我们来到最后一个小节，空间技术的点位测算。关于这一部分呢，是阿哲专门提供给订阅粉丝朋友的一个盘前福利短信当中会经常用到这个方法。空间技术点位是阿哲呢告诉大家日内的支撑和压力位在哪里。在指数上，在后续的个股的分析上，阿哲都会频繁用到空间技术的点位计算。所以这一个使用技巧，大家一定要把它学会。如果是新同学，那么希望这一部分不要随意跳过。我们现在看到本周行情暴跌之下，阿哲每一天的盘前解析。现在您所看到的就是在本周周一到周五每天盘前的盘前信息。阿哲呢其实一直都有发布。一般盘前解析，阿哲会分为2个部分。那么这呢也可以作为一个周的复盘的重点。在第一部分，阿哲会讲到的就是一些主观的看法，当前美股市场阿哲略带主观的一些分析。在第二部分的方框内，就是阿哲每天所测算的日内低点支撑和高点压力，它呢是一个相对固定的公式，所以阿哲基本上呢不会带有主观的情绪，它的点位是多少也就是多少。那么在空间计算下，你会发现的是收盘价就收在每天的高点之上，我们才认为多头转强。而如果每天的收盘价依旧收在低点之下，说明空方是很强势的，你要小心风险。那本周这种下跌之下，你会发现每一天它都跌破了预测低点，或者说它没有去那么容易突破预测高点，所以基本上前面3天都是维持看跌。好，到这里开始有点不一样了，开始呢它也是维持看跌，但是阿哲加入英伟达的计算，英伟达的高点和低点测算。这一天英伟达是出现了反弹，打破了预测的最高，所以当天是看涨。这一天呢，按照技术来说可以买进，但可惜黑天鹅出现，所以在我们后续的表现当中呢，重新3个角度、3个标的都产生了再次的看跌，因为它再次破位。所以按照技术空间的点位来去交易的话，你会发现本周基本没有抄底机会，市场、大盘、个股也就只有英伟达其中一天反弹到达了我们的预测高点，产生了多方转强的信号，其他的时候基本都是看跌的，没有任何的一个买入机会。所以这个空间点位是阿哲认为相对比较稳妥的确认信号，它对多头强弱、空头强弱都有一个比较不错的衡量方式。如果您已经订阅了阿哲，是阿哲的频道粉丝观众，还不能够每天收到盘前短信、盘前解析的同学，那么后续阿哲会教大家怎么去在下一周能够每天盘前收到阿哲的盘前解析。我们先来看一下最新的行情的变化。现在右侧的图表呢，就是纳指的日线图。那么在这个 K 线底下有一些红灯和绿灯，那么它所代表的含义就是阿哲在 K 线上的预测高低点。比如在股价上涨下跌当中，如果出现有那么一天是红灯，则说明当天阿哲预测的日内低点是被收盘跌破，所以它是一个红灯，说明空方极强。而价格如果在上涨当中出现一个绿灯，说明当天收盘突破阿哲预测高点，那么这里开始我们认为多方走强。那每次上涨，特别是利润堆积之后的红灯要小心，而每次股价出现大跌下跌之后的绿灯，我们也要去注意，容易是机会的产生多头的利润。而从前面的高点产生红灯之后，这一路的下跌都是红灯。所以本周按照技术分析上的空间点位测算，其实没有任何的买点，它依旧是空方强势的看空的序列。包括在昨天，其实它也没有出现绿灯，说明昨天的这一根阳线并没有收盘突破预测的高点，因为昨天的预测高点是 18893.56， 盘前呢阿哲也写到了这里 18893.56， 所以昨天收盘并没能收在这之上，所以它不是一个绿灯。那么不是绿灯也不是红灯，说明下跌动作有所衰竭，但是多头还没有彻底转强。那么我们看到这一个数据，这里的今天指的是下一个交易日，也就是周一的时候，周一的预测高点 19098.47， 如果收盘能够收在这一个价位之上，说明市场周一将是一个绿灯 K 线，我们可以认为本次下跌以来的多方重新走强。而如果在周一又再次跌破预测低点，则再次是一个红灯。那么红灯的产生，则说明本次下跌又再次的动能变强。不过这个可能性，这个概率是极低的，我们关注预测高点的压力即可。在稍后的个股解析当中，阿哲也会把那10只标的的预测高低点，周一的预测高低点告知各位。
可以让大家呢在下周观察那10日标的时有一些日内支撑压力的参考，希望能够对你也有些帮助。接下来我们将从大盘的环境之后来讲解个股的分析。现在第一只标的是特斯拉，我们会讲一下特斯拉的空间资金、动能3个维度的分析。现在我们所看到是特斯拉的日线图表，图表上呢阿哲画上了一些空间的点位，如果您是老同学应该是比较了解。前期的下跌跌到了 324.20 之后产生了反弹，反弹过程当中遇到 361.73， 这是一个有效跌破的支撑，所以产生压力，后续股价下跌。下跌途中遇到的 324.20 支撑、306.34 支撑都被有效跌破，所以股价呢一路下跌。阿哲呢在跌破了 324.20 之后就不再看多特斯拉了。那么目前连续又下跌一段距离，在 367.92 之上，我们在上期视频中讲到，你如果要看多，至少要等待一些这之上的止跌信号，如果能够精准回踩就更好。不过目前的下跌在碰到了左侧这个缺口的支撑之后，略微刺入就立马止跌，出现了一个连阴之后的 IR 模型。所以目前的特斯拉因为出现了一个 IR 模型，它的价格是下跌的，并且昨天的阳线开盘比前面阴线低点还要低，收盘却比低点要高，所以它是一个很标准的 IR 模型。又因为前面有支撑的一个压力，所以这里的 IR 模型我们认为有低点产生的机会，这里是开始博弈特斯拉超跌反弹，甚至是触底反弹的一个买点。而本次的反弹要关注上方被跌破的支撑，因为支撑跌破将会转为压力，所以第一个反弹空间看到 306.34， 如果这个点位能够被快速有效强阳突破，再往上看 324.24 以及 341.46， 那么在这3个价位附近要小心产生下跌信号，比如说长上影线，比如说负线或假阴线，这是后续反弹时要去关注的。那么以上是空间点位的提醒，那么后续呢，看到资金和动能上短线策略的分析。现在我们所看到是特斯拉的日线图表，上方是动能 K 线，而下方呢是 BVD 的资金指标。动能 K 线就是刚才我们所讲到的预测日内高低点，图中的红灯说明当天特斯拉预测低点被跌破，而绿灯呢是预测高点被突破，所以一个代表空方强势，一个代表多方强势。在本次的下跌当中，这里是连续的红灯，是不是连续的6根阴线？那么6天都是一个红灯，而最后的这根阳线，它不只是 IR 模型，它还是一个绿灯 K 线。你要知道，目前的纳斯达克指数它的下跌依旧是红灯，而没有出现绿灯，所以特斯拉在连续同样的下跌当中，它产生了一个绿灯，也是 IR 模型。所以从短线的反弹力度来讲，它是比大部分的个股以及呢指数它的反弹力度都要强的，这是特斯拉在最近的一个变化。下跌时下跌力度呢比指数变弱了，而它的上涨力度在昨天又变强了。所以当前的特斯拉有资金再次去流进的现象，也是呢目前所说它容易触底反弹的原因。我们再看到底下，我们之前说过，连续下跌连续流出后的流进，它也是一个观察的关键 K 线，它能够确认反弹的持续性以及反弹何时会有风险。像前面这里也是连续的流出资金，那么流进是它流进 K 线的高点被突破而且有效的情况下，反弹会延续，这个低点更加可靠。但可惜呢，后面在上面站了1周之后，又快速的有效跌破，而且还有大阴下跌，所以这根 K 线告诉我们反弹的持续性如何。那么股价前面这一波下跌也是的，它的变绿的这根 K 线，它的首根流进的 K 线高点都没能被突破，所以这一个反弹它也是绿灯，但是它的效果不佳。包括后面这一天它也是流出之后流进，那是不是高点也不能够突破，低点也被跌破？所以我们通过这种动作，这种 K 线可以知道它的低点、它的有效性、它的持续性。前面下跌时也是连续流出，这一天流进，好，流进 K 线高点没破，低点被破，连续流出流进 K 线在它的低点没被跌破，高点被突破，但是突破的有效性是不强的，后续呢出现了跌破，而后产生的是一个压力，并且它的低点后面也被跌破了。所以你会发现的是，前面连续流出后的流进 K 线没有一次是真的强势突破并且回踩不破的，所以当前我们所看到的关键 K 线又产生了。现在呢，我们看一下它能不能够不跌破273.6，
而后价格能够有效突破这根阳线的高点区间。所以以此我们看一下和之前的每一次变盘 K 线、关键 K 线有何不同的地方，来看出本次的低点的可靠。那么同时阿哲也告诉各位，在周一的时候关注的预测高点和预测低点，因为目前是绿灯，你要小心的是在周一会不会反手又变成红灯，就类似于英伟达那样子，只要不是立马又变红灯，那么基本风险不大，它的力度还可以。所以我们要看一下在周一的时候特斯拉的预测低点是 283.29， 价格收盘不跌破它就没有红灯，而它的预测高点是 303.570， 这个价位如果能被突破，那基本来说它的反弹力度就很强势，会有连续的2天的绿灯。大家注意了，这个点位不是一直有效，只在周一的时候才有参考意义，每天的预测高低点都是会变化的。而特斯拉的预测高低点，阿哲基本上每天的盘前都会跟指数一样同步的去计算出来，告诉各位粉丝群组内的同学。以上呢就是特斯拉资金和动能上的分析。接下来我们看到英伟达，现在我们所看到是英伟达的空间图表，在市场的运作当中出现了连续的一个单边下跌啊，其中呢有所反弹，也是呢我们唯一提醒的一次买点。但可惜这一天买入之后呢，遇到了黑天鹅事件，整体出现高开低走，是一个关头阴线，而这一天直接把前面的 130.75、126.87 和 123.1 这个区间直接跌破。那么跌破的时候，我们曾经在之前有讲过 123.1 这一波下跌破位之后，也关注一下什么叫有效的破位，第一天、第二天。那你会发现第一天、第二天它就止跌了，那么第二天就能够被修复的破位，它基本不是有效破位，所以 123.1 目前依旧为支撑有效。所以当前呢，我们这里还是能够看涨的，就类似于前期一样，前期呢也有出现黑天鹅事件，是不是大幅下跌，也跌破了 123.1， 当跌破之后第二天就止跌了。像后面这里也有出现跌破，跌破之后第二天就止跌了。所以价格的走势在 123.1 没有被有效跌破之前，那么我们其实认为英伟达的风险也就是震荡，而这里呢就是一个震荡的下沿区域，它的下轨是116以及 123.1 这个区间之内。昨天也是出现了大幅低开，盘中有下探接近116，再次的止跌，再次上涨，它也是一个 IR 模型。目前的市场除了指数有 IR 模型产生，很多个股也产生了 IR 模型，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去看涨。而在英伟达反弹图中，我们其实观察的方向和特斯拉差不多，看到上方被跌破的支撑位置 126.87 和 130.75， 在反弹过程当中看一下它们的压力表现，如果本次反弹力度强势的话，那么这些压力位其实都不算什么，应该会很快的被突破，重新的出现账上回踩，这说明英伟达很强势，根本没有任何问题。那么这是一个2次回踩再次启动的位置。而假如你发现反弹过程当中 126.87 或者说 130.75 就产生了压力，都无法收盘账上，那么这一次反弹的力度就比较弱了，反弹力度比较弱，就有可能会重新拐头去跌破 123.1， 这是要小心的，它的反弹力度要去观察。接下来我们看到资金和动能上的分析。现在我们所看到是英伟达的日线图表，上方是动能 K 线，下方是 BBD 的资金。在股价的运行当中，目前的资金是连续的流出，连续的翻红，所以目前没有流进的 K 线。但大家注意的是，在上期的视频我们讲过，这里是个变盘低点，因为它出现下穿，这种下穿的 K 线是有很大机会能够成为变盘低点的，而它这一天的低点是被跌破了，但是跌破一天之后立马收盘又收了回来，所以这个低点还不能被确认跌破有效，这种跌破一天立马收回的基本就不能算是有效跌破，所以当前的低点区间还在这里，它依旧可以算是低点变盘。价格的走势看到这个区间能不能被突破回踩有效，可以的话，这里跟之前一样，它还是一个有效的低点区间，依旧能够看涨。所以从 BBD 资金来看，这根 K 线依旧是关键 K 线，而下方呢，等到后续再出现连续流出后的流进 K 线，也可以定义为关键的 K 线区间，到时候再看一下那一天是何时产生。而我们看到动能资金在前面上涨是连续的绿灯，然后这一天红灯产生了高点，后续下跌，下跌途中出现了一个绿灯，
但是绿灯之后第二天立马是红灯。我们之前有特别的强调过，就是上期视频讲到这个买点的时候有讲到，绿灯后最怕什么情况？最怕的是红灯产生，因为红灯产生意味着昨天的绿灯呢，它是一个风险。目前的英伟达它的上涨动能相对于特斯拉来讲是相对差一点点，因为这是一个挨压的形态，但可惜这个挨压的形态它没有产生绿灯。另外一个就是这一天的下跌它是主导的，而它是一个关头阴线，而关头阴线它表示一个强有力的压力。那么也就是说，在本次反弹当中，我们会发现关头阴呢是一个很难突破的对象，它将会是个很强劲的压力。所以这一次反弹其实真正要关注的就是这根阴线的高点能不能突破，不能突破，那英伟达是很难走起二波的。在动能上，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在周一关键的日内支撑和压力在哪里。那么它的一个低点支撑在 120.66， 价格跌破它将又是一个红灯，那么还是容易延续下跌。那么价格呢要突破一个价 129.35， 那么突破这个价格我们才会看到一根绿灯 K 线，那么那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它会不会又是一个诱多，又是一个反弹高点。这是有关于英伟达动能和资金的分析。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三部分，关于高通、皮尔 TR、微软、TM、Meta、苹果、SMCI、MSTR 等8只个股的标的分析。那么这8只个股呢，阿哲就不会讲得很详细了，主要是通过资金动能这2个维度来去讲一下它的短线策略和关键的支撑和压力。现在我们来到第一只个股高通，现在我们所看到是高通的图表。在昨天高通出现是高开高走的阳线，它没有一个低开，所以它不是一个 AI 模型啊，比较特别。那么价格走势是一个单边的下跌，单边下跌时我们看到底下的资金是不是曾经收过，当股价出现下穿容易是低点变盘，上穿则容易是高点变盘，这一天的高点就是上穿，然后跌破产生本次的暴跌。下跌途中呢也有出现下穿，但下穿 K 线也是被快速的跌破，所以这不是低点变盘，这是低点的延续下跌。那么在本次下跌途中连续流出，这一天是流进 K 线，那这一天的低点呢被跌破，高点没被突破，所以高通目前的走势是没有太多买进机会的，它没有 IR 模型，它也没有呢低点变盘的现象，也没有止跌的有效买点。当前的高通最好还是等待最少一根绿灯 K 线产生，或出现其他的一个买点会比较好。所以目前的高通它的抄底机会其实还没有出现，当前最好等待资金的翻绿，亦或者是动能 K 线上产生绿灯，而在此之前不要先去看涨高通。那么绿灯会在什么时候产生？我们看一下周一会不会产生，周一要突破一个高点 159.195， 突破 159.195， 那么高通会出现本次下跌首根绿灯 K 线，而它的低点不能跌破 155.285， 如果高通跌破这个价格，那么周一将是红灯 K 线，那么依旧不能够去买进抄底，这是高通的分析。接下来我们看到 PLTR 的下跌途中，它也是比较强势的一波下跌，连续的红灯没有见到一根像样的反弹绿灯，而昨天呢是一个大幅低开后高走，而它的整体收盘是不是也是低开高走，收盘收在这一根阴线的低点之上，所以它是一个 IR 模型，所以这个呢可以作为一个买点。这种 IR 模型产生的位置最好是在支撑位附近，那么这里有什么支撑？这里的支撑就是前面的缺口，它把前面的上行缺口完全补掉之后产生的 IR 模型，所以这一天是一个博弈短线反弹的买点出现，这是买入机会，而你完全可以把这次的买入机会的止损放在前面的缺口下沿，一旦跌破可以作为止损，所以这一笔交易呢还是比较划算的，反弹空间呢还是蛮高的，反弹空间可以设置在缺口的上沿作为第一目标位，因为这个上沿附近还有一个缺口是一个下行缺口，所以这里的压力还是有一点大的，所以目前可以做这样的一笔短线反弹交易。我们再看到它的资金表现，股价的下跌这一天是下穿 K 线，而它的低点是被跌破的，所以它不是一个低点变盘，它没有突破。而后流出的过程当中流进是谁？是它的低点被跌破，目前跌破第二天，它会不会在今天账上可以做一个观察？这根10日星之前本应该是关键的 K 线，但被跌破，所以这之下其实整体是多方偏弱的，最好能够反弹之中
把它站上去，把它作为支撑，那么可能就不是一个简单反弹，有机会是一个低点的启动。如果在下周周一的时候能够产生挨压之后的绿灯，那么也可以作为反弹的加仓时机。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预测高低点周一是多少，阿哲给大家去写一下，它的低点支撑是 81.75， 股价收盘跌破将会是一个红灯 K 线，它的高点压力是 88.35， 收盘突破将是绿灯，将是反弹当中的加仓信号。下面我们看到 MSFT 微软的走势昨天也不是挨压模型，但是呢有一个长长的下影线。那价格的走势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是一个负线组合，它的高点创了新高，收盘呢吃掉了它，所以它是一个负线。那负线运行当中它为 X， 也就是说目前的微软它不是挨压模型的买点，你要等待另外的模型买点，就是负阴线的买点，要把收盘突破这一个 XK 线的高点才构成阿哲负阴线的买入迹象，买入机会。当前没有绿灯，没有其他的资金的买点，所以你可以等待收盘突破再作为买进。不突破呢，当前还是一个下行的趋势，没有改变，它的动能上依旧不够。这里阿哲也把它的关键日内高点支撑和压力告知各位。在周一的时候看到高点是 402.84， 收盘突破才会产生一个绿灯，而我们知道这一天的高点是 397.63， 所以如果收盘能够收在 402.84 之上，基本它又是绿灯又是负阴线买点，可以作为一个共振买进，那么是比较安全的买入抄底对象。那价格的低点支撑呢是 391.78， 那价格收盘如果跌破它就是一个红灯，所以目前的微软是没有买入信号的，当前短线在日线上还不能够做买入交易。我们虽然对于目前的指数产生了一个下跌容易有反弹的一个迹象，或者说一个观点，但是我们不能说指数遇到了低点变盘容易产生反弹，你就所有个股都能够逼着你去买，这肯定不是的。我们尽可能还是要买到一些强势的个股以及有买点的个股。接下来我们看到 TM 的走势目前也是单边下跌，昨天也有挨压 K 线，但是挨压 K 线产生时没有绿灯，所以有挨压买点，但是绿灯没有产生，动能相对还不太够。前面的下跌资金目前没有转为流进，还是流出的。下穿 K 线是哪一天？之前我们也有讲到是这一天，这一天的长下影线为下穿，那么低点呢是没有守住的，被跌破，高点也没突破，所以跟 PLTR 一样，它不是一个低点变盘，后续还在延续下跌。那延续下跌途中，这个位置产生了挨压模型，刚好它产生的位置是前面这根大阳线的低点附近，也算是支撑位上产生的挨压买点，所以这一天可以买进。但是它还有一个加仓点，就是绿灯 K 线。等一下我们说一下绿灯的产生，这一笔买进你就可以以前面大阳线低点作为防守，如果跌破那么作为止损，不跌破等绿灯加仓即可。那么绿灯 K 线在哪里会产生？看到周一会不会产生？周一只要收盘突破 59.55， 那么这个压力被突破了，那么收盘突破则周一是绿灯，它的低点 53.34， 这一天如果收盘跌破则将是一个红灯，那么红灯代表下跌当中风险延续，所有的交易也将暂时停止。红灯呢就是风险，特别是下跌途中的红灯。上涨时产生的红灯呢，除了高位红灯之外，其实很多时候它只是回调，而下跌时候的绿灯它大部分呢是反弹，偶尔呢是低点的启动。所以你要知道上涨时关注的是什么？关注的是绿灯作为加仓信号，下跌时呢以红灯作为风险信号。现在我们看到 Meta 这个个股整体的结构是很强势的，你会发现它比指数要强很多，前面是上涨回落，然后再次新高。那么这次的回落其实在前面高点之上，它是一个对于突破有效的确认，一个回踩。而你看一下 Meta 整体的走势很强势，并且最近有两根长长的下影线，这里有一个绿色的三角，这说明今天它哪怕不是绿灯，它也要去注意，因为它说明它低点是被有效的回踩，日内预测的低点它很小的误差，它也是一种变盘的信号，它只有预测低点和实际低点误差几小时才会出现三角的提醒，所以这一天的 Meta 我们认为也是低点变盘。看到资金方面价格回落途中这一天是下穿，
下穿低点被破是不是风险？好，连续流出之后的流进是谁？是它。这根 K 线它的低点目前还没有被跌破，哪怕指数最近暴跌黑天鹅，你看 Meta 是很扛跌的，所以这一天它的变盘 K 线没有被跌破，它的高点还没被突破，价格走势走到这里，按照资金来看，我们的买点可以在突破之后进行买进，进行加仓都是可以的。像这一天它产生低点变盘，当动能呢是不够构成绿灯，所以它的绿灯 K 线在周一我们要关注一个高点压力，它是682.429， 682.429收盘突破则是周一的 Meta 绿灯 K 线，也可以作为买点。这个价位产生，然后也基本上也是靠近了，后续能够突破也可以作为加仓。那么655.401这是周一的预测低点，也是个防守位，跌破就要小心。下面我们看到苹果呢和 Meta 一样，也是在结构上整体较强的个股。最近的这一次回落和震荡，其实是对于前面这个高点突破之后的整体回踩，是不是前面的高点被突破之后出现回落？但这一次是跌落的，那跌落之后呢，又快速的回来，又回踩低点再抬高，然后再次的突破。所以当前呢是对于前面这些关键性的高点的一个突破的确认，而当前来看确认大概是有效，因为这里慢慢形成了一个上升的趋势，而趋势线已经被回撤，并且止跌有效，所以当前的苹果整体也跟 Meta 一样，结构上是强势的。这里的股价下跌是不是出现了 IR 模型？而且 IR 模型产生之后，它还是一个绿灯。我们看到前面的这波上涨，它的压力位是关头阴线，就是目前英伟达所面临的局面。当时这个空间还比较大，它给到了一些抄底的机会，而这一次的回落在关头阴的区间之内止跌了，出现绿灯了，所以这里要看一下能不能够收盘突破，如果不能，越靠近关头阴也越是风险，所以我们要等待苹果能够突破关头阴的那一天，那时候苹果才是真正的对于前高突破有效，而后确认波段上涨。现在还在关头阴的区间内在震荡。在资金方面，价格前面这里的回落下穿 K 线是它，而后低点变盘突破，所以看涨。那目前呢又是下落，资金又是回落，下穿是谁？下穿是它，低点没有被跌破，而后高点当前也没被突破，最好是突破高点作为加仓。但因为关头阴和这个位置空间不大，所以看各位是否要去参与，这个反弹空间其实一般不如之前这一笔交易那么划算，那么可观，所以这里可买可不买，你也可以等到突破关头阴之后再买。所以苹果当前呢就是这么个看法。那么现在阿哲也把它的周一的关键支撑压力预测点位告诉各位，它的高点它的压力是 247.91， 如果收盘周一还能继续突破，那么又是连续的绿灯，本次的上涨动能还是很强的。那么低点呢 236.02， 那价格收盘跌破这个价位，则说明将会是一个红灯 K 线，那么这里那么也不应该去参与，要小心风险，把 IR 模型的买点止损。接下来我们看到 SMCI 昨天是没有出现 IR 模型的，因为价格低开是低开了，但反弹力度不够，收盘没有收在低点之上，所以它不是一个 IR 模型，但它是一个假阳线。假阳线我们说过，假阳在下跌途中有可能是假阳真底，股价在上涨途中如果出现了假阳线，比如说这一根，那就有可能是假阳真阴，务必小心，价格跌破则风险释放。那么下跌途中风险释放过后再出现假阳线，它有可能不是假阳真阴，而是假阳真底，那么价格在这里只有机会产生低点。那么 SMCI 的买点就是把假阳线的高点收盘突破作为买点，而目前还不行，因为假阳线毕竟还是下跌的，不要在下跌时去买进。我们再看到前面的下跌，这一波下跌它的下穿是它，低点目前还不能确定有效跌破，因为它的跌破幅度不是很大，第一天没有实体过半跌破，第二天是一根阳线跌破，那么目前为止所以还不能定义有效，随时可能会反转向上。而连续流出之后目前也没有流进资金，所以本次的资金观察也就是这根 K 线作为变盘低点，当前还是有效的。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在周一时它的绿灯 K 线会不会产生。那我们看到它的预测高点是 42.475， 那么这个价格突破将是绿灯 K 线，但这个价格突破不一定会突破前面的高点，
因为这一天阳线的高点它是43.490，所以最好我们可以在突破产生绿灯时，同时产生假阳的买点，也就是说周一的收盘最好在43.490之上，这作为绝佳的抄底买点 ，SMCI 的买点，而它的价格的风险就会产生在37.865被跌破时，这将是一个红灯 K 线37.865。最后我们看到 MSTR 目前是一个变盘看涨，因为这里有一个形态比较特别，它是动能 K 线上产生连续的转换。我们曾经有教过一些老同学，就是红灯出现，而后绿灯又红灯，3天连续转灯，说明股价的多空博弈激烈。那么这种情况下，下一根 K 线的方向则是一个选择的变盘。比如说前面3天多空转向剧烈，而这一天是一个 IR 模型，是一个买点，是个多方转势的买点。那么这一天后续我们认为变盘会看涨， MSTR 来到了暴跌之后的一个绝佳买点。我们也可以看一下之前的这种变盘，阿德记得它不止一次出现，像这个地方价格是一个绿灯红灯绿灯，而后下一个交易日收跌变盘下跌，那以及这里它是一个绿灯红灯绿灯，下一个交易日是一根阴线高开低走，是不急的，是比较风险的，所以股价的后续也是变盘向下。那么目前走到这里又出现这种变盘点，前面2次呢都是变盘向下，目前我们认为它会变盘向上，因为这一天是变盘之后的买点，它是一根低开高走，我们的 IR 模型买点。那么再看到资金方面，是不是有连续的流出之后的流进，这一天流进，好，低点支撑高点压力，最好在买入之后快速再给到一个加仓点，也就是说 MSTR 要突破它的高点，将会构成2次加仓2次买进，那么这是一个更加确信这里会是一个底部的行情了，这是 MSTR。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周一的时候你要关注的支撑压力位，它的压力应该是在269.255，这个价格收盘突破则是绿灯，低点它的支撑是243.675，跌破这是风险。如果真的又出现红灯，那么哪怕之前是看涨的也要小心，所以最好不要产生红灯，而是继续的变盘向上。我们看一下这一次的力度是否能够让 MSTR 产生真正的低点。